在战场上活下去，少年利用死亡诅咒反复轮回重生，期间不断向剑术天才学习。200次的战王令安德的实力有了质的飞跃。想学会拉格纳招的急于一点并不容易。学习剑生术使安德在刺客手中活了下来。学习野兽心脏是为了能在战场上摸爬滚打。而对于拉格纳的急于一点，安德始终找不到他说的那种感觉。要是进入急于一点状态，敌人剑锋的移动速度就会变得很慢。安德怀疑是野兽心脏带来的大胆妨碍了自己。不过拉格纳说的集中于将死之时的恐怖之中，这个方法好像也不太对。安德问他是怎么学习急于一点的，可拉格纳这个剑术天才生来就会用，安德无法在他嘴里听到更详细的解释，只能靠实战来学习。不能着急，首要目标还是先毁掉咒术的媒介。这次还不等敌军的箭矢袭来，安德就怒吼，举起盾牌。慌乱中的那乌黎士兵下意识照做，安德则顶着箭雨发起冲锋，重复了300次的今天，因为他闭着眼睛都知道敌军的动向。阿兹本军没想到会有疯子独自冲锋，一时间大量士兵围了上来。然而安德早已今时不同往日，普通士兵在他手中不堪一击。旗帜下的指挥官惊恐大吼：“快拦住那个疯子！”下一秒，沉重长剑就猛劈而来。骤然发力的安德直接劈碎了对方的剑，重复了10次今天，他才靠近这个旗帜。如今终于成功将其破坏。可奇怪的是，旗帜明明被破坏，迷雾却还是没有消散。无数长枪再次贯穿安德。阿兹本军戏谑道：“你这蠢货上当了！”安德瞬间反应过来，真正的媒介只有一个，其余5个旗帜都是假的障眼法，那就一个一个来试试看。现在安德成功的概率是1/5，消耗3次今天才到达了第2个旗帜处，可这里依旧不是真的。消耗5个今天到达了旗帜，仍旧是个假的。虽然消耗7个今天到达第4个旗帜处，但结局依旧。现在只剩下最后2个，安德大概能猜到其中哪个是真的，最里面的旗帜可能性最大。安德再次大吼，举起盾牌，这次他呼唤雷姆跟上自己，毕竟距离最里面的旗帜太远，安德必须保存些体力，所以让雷姆吸引敌军的注意。雷姆很想知道咒术是谁干的，他必须要找到那家伙。安德在迷雾中死去的今天已经超过1年，如今目标非常明确，穿梭于迷雾间的日子也该到此为止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剑锋挡开了安德即将落下的剑。对方很开心，因为他一直很想亲手取安德性命。安德却有些疑惑：“你是谁？”米奇顿时愣住了。不过才几天时间，安德居然就忘了他。然而对安德来说，离上次交战已经过去1年多。米奇要帮他恢复记忆，用剑刺来回忆。面对袭向要害的剑刺，安德灵活侧身躲过，紧接着调整脚尖的位置，瞬间挥出变态士兵的剑刺。这完全出乎米奇的意料，安德完全不像几天前的那个家伙，实力进步这么多，完全不能同日而语。安德判断米奇用的是正剑，且基础极为牢固，其间还夹杂着以柔克刚的柔剑。一时间，安德还是被米奇压制。结合拉格纳简单的说明，安德完全进入状态，将所有的精力集中于眼前，维持好这股哪怕有一瞬失神都会被打破的平衡，然后在那之上倾注自己的一切。就这样，无论是旗帜、胜败、剑术，亦或是周边的一切都消失于无，独独只剩下了剑。被刺穿身躯的安德还是败了，不过他想起面前之人是草原上挡住自己的家伙。我是米奇，阿兹本公国灰狗部队的小队长，我是纳乌里王国的分队长安德。围上来的阿兹本军有些疑惑，小队长看起来似乎有些遗憾。不过令米奇费解的是，将死之人为什么要笑？安德心想，拉格纳那个疯子想学会急于一点需要的，根本就不是面对死亡恐怖时产生的集中力，而是个可以倾注自己的一切，不惜付出生命，奋力斩杀的好对手。看着死到临头还在笑的安德，米奇怀疑这家伙真是个疯子。这次拉格纳讲急于一点的要领时，安德显得有些心不在焉。雷姆准时传来集合消息，看着充满斗志的分队长，拉格纳难得想好好活动一下身子。呼喊战友举起盾牌后，安德再次叫上雷姆一起冲锋。拉格纳也打算凑个热闹，计划进行得很顺利。安德用跟之前一样的方法开出一条路，然后重新与米奇对峙。你好啊，朋友，跟我打一场吧。米奇有些意外，你是冲着我来的吗？怎么，第一次被人表白吗？我可是对你一见钟情，特地来找你。带领着灰狗部队的米奇是个执拗的恋爱高手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来找他。安德需要重新回到只感受得到剑的集中状态，可现实的他却被一招秒杀。安德意识到自己的心态错了，不能有意识的去找那种状态，而是要自然而然的融入剑中，就这样不断反复，然后找到那种感觉。第18次，安德又看到了。第28次，他有意识的进入到集中状态里。第48次，在拉格纳说出急于一点要领的时刻，安德瞬间进入状态，眼中剑的速度骤降。被击开剑的拉格纳彻底懵了。分队长，您怎么会急于一点？安德明白，完整的集中意味着完全控制自己的剑和身体，不管是力量还是技巧，他都有了足够的成长。现在安德要去见中队长，因为跨越今天的时候到了。为了在战场上获胜，安德谎称侦查时发现敌军把一个长相奇怪的人称为咒术师，有关诅咒的情报安德都全盘托出，再让战友们举起盾牌。安德该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就只能期待纳乌里指挥官的能力，而安德要做的就是打败这家伙。第一次见面时，他就想跟米奇做个了结，今天我一定会赢过。
这判若两人的实力差距，令米奇误以为安德之前在隐藏实力。问完安德的名字，米奇将会牢牢记住他。安德已经能自主进入急于一点状态，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剑。米奇用右脚移动身体的重心，安德瞬间判断出这是斜劈的准备动作，反复中得到的经验汇聚到一起，使安德眼前变得越发鲜明。二人同时刺出自己的剑，安德完全是以命换命的打法。米奇暗骂真是个疯子，现在双方居然是势均力敌状态。米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使用的正剑和柔剑都是防御型剑术，所以需要致命一击。是时候使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所学习的秘技了，自上而下画出大大的曲线，并以此狠击敌手的轮劈。安德看到了，因为很难预测攻击开始的时间与轨迹，所以被杀死数十次的剑术，终于又见面了。致命一击被挡下的米奇震惊不已。象征武力的修利尔家族是管理阿兹本公国的3大支柱之一。家族旁系成员米奇用出身的才能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少年时便可独自应对3个成人士兵。22岁，他成为了足以在一座城市扬名的强者。只靠武学才能，米奇已然是灰狗部队中数1数2的实力派。他常常在想，有必要练到大腿肿胀、掌心开裂吗？随便练一练不就行了？米奇满足于当下，对自己的实力颇为自负。如今才发现，那不就是自己的傲慢？是米奇大意了，还以为致命一击肯定会有用，无论是力量还是技术，安德分明都不如他。这是一场精彩的战斗，安德打得很过瘾。米奇心想，如果我没有安于现状，而是不断精进自己的实力，就在安德剑即将落下的瞬间，灰狗中队长出手将其击退，米奇被带往安全地带。安德居然独自闯进这里，还重伤了一员猛将。灰狗中队长定会让他死无全尸。现在安德所处的位置是敌营中心，从现在开始到毁掉旗帜并杀出一条退路，才是今天所要跨越的墙壁。随着灰狗中队长一声令下，弩弓手齐齐放箭。安德不可能避开所有的攻击，必须承受它，然后勇往直前。仅仅过了一招，安德的剑就出现裂纹。灰狗中队长使的是威力颇强的重剑，如果想从正面突破，安德还需再死几次。但现在的目标是这次战斗的胜利，也就是破坏掉旗帜。安德瞄准旗面与旗杆的连接处。战争开始前，他明明已经报告了敌人会用咒术，可上层依旧没做任何准备。烂透的王国令安德倍感失望，居然派那种废物大队长到前线，这样下去，那乌离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咒术的媒介，旗帜被破坏，迷雾消散后，反而是敌军开始慌乱。想要扭转局势，就只有现在。精灵中队长下令全员反击，多亏迷雾消散，情况有所好转。但精灵中队长疑惑是谁破坏了咒术，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出现在脑中。难道是那个问题分队长吗？这次安德的判断出现失误，本以为破坏旗帜后往大本营方向跑，就总能遇见雷姆或是拉格纳，可他们都不见人影。正在疯狂屠杀阿兹本军的雷姆命令敌军把咒术石带来，而被迷雾包裹的拉格纳居然走错了方向。那无敌军脸上写满了无语，拉格纳与他们面面相觑，你们怎么不是敌军的人啊？安德已经无力再战，眼看敌军就要送他归西，突然窜出一只黑豹救下安德。弩弓手急忙瞄准突然出现的禽兽，然而黑豹的速度极快，眨眼间就将敌军的弩破坏殆尽。安德认出他是高草草原的那只豹子，不过还是劝他赶紧离开比较好，毕竟那家伙可不太一样。这时出现一人，要笨蛋让开吧。温杰斯小队长来救场了，虽然举剑冲锋的样子很帅，但仅仅过了一招，温杰斯就狼狈摔了回来，随即立刻下令放箭。然而灰狗中队长完全是个怪物，黑豹猛地从侧边偷袭，却被灰狗中队长反手用剑柄击退。安德瞬间进入急于一点状态，灰狗中队长的剑终于可以被看到，那不是安德靠力量能阻挡的长剑，那么这只能用以柔克刚。这是米奇在战斗中用过的招式，安德竟在绝境之中复刻了出来。不说灰狗中队长，就连安德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。恩杰斯怒吼着打起掩护，那乌离军已经压了上来，阿斯本军大势已去。灰狗中队长最后瞥了安德一眼，随即下令全军撤退。重伤的安德却还想把黑豹也带走，恩杰斯无奈让他这疯子先管好自己吧。3小队掩护着小队长后撤，安德失血过多，意识逐渐模糊。结果又完成了自己想做的事，真是个狠毒的家伙。梦魇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在促使你变成这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安德在吵闹声中醒来，手中还有毛茸茸的触感。问题队员们都守在一旁。外性治疗师说应该不会留下永久性的残疾，确认好分队长没事，大家也该去休息了。安德居然顺利度过了一天，雷姆却没有离开。安德被他盯得肉麻。雷姆很好奇分队长是怎么知道那是咒术的，他一直都在真诚地帮助安德，所以安德也想真诚一点，于是便说有个跟雷姆一样出身拓荒地带的朋友之前提过一嘴诅咒，这种程度刚好不算说谎，毕竟安德就是听雷姆说的。而雷姆看出他不想正面回答，也没多问，只是提醒分队长最好不要对咒术什么的感兴趣。在战场时，雷姆本打算看看立旗帜的家伙长什么样，结果实在看不惯那张脸，就把他砍死了。这时克拉伊斯拿出肉干勾引黑豹，却被黑豹不满，嘶吼着警告。克拉伊斯心碎，看来金币是看不到了。
他听安里说，这种蓝瞳酷似湖泊的黑豹被称作泽豹，是吞噬地上某种气息为生的灵物。光是定期脱落的指甲就价值1金币，比安德的俸禄还要高。这场战争最后也没能决出胜负。这几天，纳乌离军既未攻也未退，安德也不知道再来一次能不能使出以柔克刚。不过现在只能做些简单的拉伸动作。拉格纳看还不如趁机多睡会。雷姆警告他不许把懒惰传染给分队长。安德想问即将打起来的他们一个剑术问题：我有可能第一次自然的使出之前从未练习过的剑术吗？雷姆认为这很正常，学会野兽心脏能直视对手后，无论是用剑方式还是力量的分配，都能看得更仔细，并且打好基础，理解对方招式就变得更容易。学会急于一点，视野也会变得更广阔。即便如此，分队长也算颇为幸运，以您的实力，应该要经历上百次实战才会成功。维耶安德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今天都不是单纯的一天，而是奋起反抗，为了赢而拼尽全力的每一天。我并没有只是将无限反复的情况背下来，而是通过努力慢慢变强。即使我身上只有微不足道的天赋，也依旧可以变强。雷姆、拉格纳，我想要跟你们对练。野蛮人和懒汉难得意见一致，就分队长现在这状态还练什么啊？精灵中队长也表示，你的身体还不能对练，破坏掉咒术媒介的人是你吗？安德谎称之前侦查时见到过敌军的情况，而且也略懂一些咒术知识。至于为什么能准确找出真旗帜，安德直言自己是蒙的。对此，精灵中队长不置可否。看着转身离去的他，安德疑惑：您亲自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吗？精灵中队长淡淡道：顺便看看你，我们之间应该是有缘分在的。安德没听懂精灵中队长说的什么鬼话。雷姆和拉格纳没想到分队长有2把刷子嘛。这时克拉伊斯带来个不得了的消息，红斗篷骑士团的护送来了。安德所在的师团就是用取了一个骑士的名字，名为塞浦路斯师团，他所属的骑士团就是红斗篷。骑士是在大陆具备了稀有才能的人们，所以骑士团不只有骑士，还有追随他们的护从。得到骑士认可的护从便会成为准骑士，而在远超他们之上的地方，则存在着超越人类极限的骑士。能来到战场的护从，就说明他不久后就将成为准骑士。这段时间纳乌离军按兵不动，就是在等待护从到来。安德伤成这鬼样子，本不该出战的，但他真的很想看看。雷姆看出分队长的心思，想去，那当然就得去啊。但是安德只能珍藏在心中的梦想，如今那梦想的一隅出现在了自己眼前。